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关闭 Win10的杀毒系统。有人会问呢，为什么要关闭 Win10杀毒系统？这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功能吗？其实有时候我们从网上下载有特殊一些功能的一些软件，或者是我们自己开发的软件，可能会涉及到敏感性的一个动作，Win10会给我们杀掉。其实这些软件它具体是做了哪些工作，会对电脑产生个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都是知道的。所以说有时候还是有必要去关闭这个 Win10杀毒系统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安全中心，就是系统设置里边有个安全中心，把那个杀毒系统关闭了以后，我们的软件照样会被查杀。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经过这个研究测试嘛，然后还需要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才能把这个杀毒系统彻底关闭。在讲之前呢，请允许我先做一个小广告。我的频道呢是专门讲被动收入项目实现财富自由的。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呢，请点赞并订阅。制作视频不易，如果这期视频有帮助到大家呢，也请点赞并订阅。你们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谢谢大家。首先我们在讲之前呢，要了解到一个概念，就是防火墙和杀毒软件的一个区别。防火墙它一个功能呢，就是电脑之间或者是电脑与互联网之间的一个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另外的话，杀毒软件呢，就是监控我们电脑内部的一个软件，这个的话是比较容易理解，我就不再多啰嗦了。所以说大家在关闭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到自己的软件是一个电脑内部的一个应用软件，有没有应用到这个网络之间的一些功能。如果用到的话，需要把防火墙也要关掉。如果只是操作电脑内部的一些东西的话，那仅仅关掉杀毒软件就可以了。而很多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挖矿软件的话，居多的话就是杀毒软件爆毒。之前的话我也是有用过这个杀毒软件，经常杀毒软件给我爆毒，然后杀掉，然后每次都需要重新安装这个挖矿软件才可以。后来的话，我就是把这个杀毒系统就彻底关闭了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关闭的一个方法，在方法的话有3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关闭后还会被查杀，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病毒防护中心里边给它关闭了以后，但是它还是会被查杀，这个有些软件还是会被查杀的。具体这个关闭方法是在哪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然后打开这个左下角这个开始键，然后这儿有个设置，单击这个设置了以后，这儿有个 Windows 安全中心，点一下，然后这儿有个病毒和威胁防护，点一下，然后会进入我们这个病毒和威胁的防护一个设置界面。这儿有一个病毒和威胁防护的一个设置，这儿有个管理设置，点击管理设置。这儿的话就是一个总开关嘛，然后这儿把这个实时保护关闭，然后云提供的保护都给它关闭掉这就是把这个病毒和威胁防护这个就是病毒系统杀毒系统关闭的一个开关。但是就是有些有些这个挖矿软件的话还是会被监测出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我先讲这个添加这个排除项吧，一会儿再讲这个主策略。添加排除项的话就是还是在这个病毒和威胁防护中心里边设置，我们往下滚动，这儿有个排除项，然后点击这个添加或删除排除项，然后添加这个排除项，我们可以对单个应用文件进行这个设置白名单，或者是一个整个文件夹可以设置成这个白名单，也是都可以的。一般我们这个杀毒软件的话，如果是一个安装包的话，里边可能会涉及到很多文件，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文件夹就可以。
而自己开发一些应用软件的话，可能就是个单执行程序，那这样的话设置一个文件就可以，等等啊，这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是对这个挖矿软件还是非常有效的，可以使用这个方法。这是这个添加排除项这个，而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组策略。组策略的话，我们需要在这个开始键右击，右击的话这儿有个运行，点击运行，然后输入 gpedit.msc，输完了以后点确定，然后选择这个管理模板，我们给它最大化，拉开，然后选择这个 Windows 组件，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Microsoft Defender 这个防病毒单机，单机的话会在右侧出现它的一些树形结构，然后我们可以再找一下这个有一个选项是关闭 Microsoft Defender 防病毒，然后双击打开。双击打开的话，我们在这儿选择已启用，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启用关闭防病毒这个功能是这样的意思啊。这个启用不是启用防病毒，是启用关闭这个功能，也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点击确定，这样的话就表示这个关闭防病毒这个功能已启用。这样的话，我们的杀毒这个系统就彻底关闭了。然后也不会对我们这个其他一些应用软件进行查杀，这是这个功能。但是，我建议呢，大家选择这个添加排除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添加排除项的话，只是对咱们个别的一个应用软件或者是文件夹进行了一个免查杀的一个功能。但是如果要是有其他病毒干扰系统的话，可能会给系统造成影响，所以说我们还是只是对部分软件进行白名单设置，还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对整个这个系统安全上边还是比较好的。那今天这个课程呢，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